顾氏长女温婉贤淑，册封贵人，3月后入宫，钦此。顾贵人，接好了。小姐，快谢恩啊！老爷，咱们顾家列祖保佑！第一，我死了；第二，我又活了；第三，这是顾府大小姐的脸，新封的贵人，3个月后入宫。那么第4件事，我会死得多快？小姐，您对着镜子做什么？我问你，我是谁？您是新封的贵人啊！错了，我是根基不稳、无依无靠、刚入宫的小贵人。在后宫，这种人只有一个用处，被人拿来立威的靶子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配齐20个丫鬟。你去找我母亲，把家里手脚麻利、忠心可靠的全部调过来。20个？小姐，咱家也没有20个丫鬟啊。那就去借，去雇，去跟隔壁府上借调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小姐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花得值，去吧。第1条，遭人构陷名声，随时带足丫鬟，绝不独处。第2条，寝宫被动手脚，入宫后全面清查，连花盆里的土都翻一遍。第4条，水边出行多留意，所有临水的地方提前排查。备选方案，把假山挪进湖里，索性把湖面改成山石景致。小姐，您在写什么？保命手册。这么多条，皇宫又不是龙潭虎穴。龙潭虎穴比皇宫安全多了。龙潭虎穴你起码知道哪里是龙，哪里是虎。皇宫里，你永远不知道哪杯茶动过手脚，哪个对你笑的人下一秒会坏你的事。太太说小姐是烧坏了脑子，我看是真的，烧坏了也是咱们的小姐。穿越第1天，距离入宫还有3个月，我还有时间。3个月后，我要让所有想算计我的人知道一件事，他们会的我都懂，他们想不到的我也想得到。说，第1种构陷手法，借着说体系化的名义靠近目标，趁机往人身上塞东西。应对之法，随时代购丫鬟，不给对方单独接近的机会。第2种，在食物里下东西，应对自己备小厨房，食材专人查验，绝不碰来路不明的吃食。第3种，第3种是那个水边的，失足落水，栽赃还是暗害，2种用途都有。对，在水边推人，然后说是自己失足，或者趁机塞东西进衣服里，上岸之后人证物证全在。孺子可教。应对之法你没说完。不去水边不够，水边不去，别人会把你引过去。正确答案是，水边必须提前排查，侍从全程陪同，同时备好应急方案。一旦有人靠近，立刻拉开距离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不是躲，是让对方没有机会下手。小姐，您真的好厉害，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，那个地方有数百年的史书杂记、民间故事，把人心写透了。那地方在哪儿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宫里没有人比我更懂人心。去叫秋实进来。第4种、第5种，今天一并考了。春桃，在。你负责盯住我的饮食，我吃的每一样东西，你亲自过手。是。秋实，在。寝宫清查，每天早晚各1次，所有角落不能放过，包括花盆里的土。花盆里的土也要翻？上次后宫有人在花盆底下藏了一封伪造的私信。明白了。碧荷，在。跟着我，除了我洗澡上厕所，任何时间不能让我单独一个人在任何地方。是。翠竹，在。管门禁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寝宫，不论身份。其余16人分成4班，白天、傍晚、上半夜、下半夜，
每单4人，在我周围10米范围内巡逻，发现问题立刻报告。是。这20个人，这是我的第一道防线。小姐，表小姐来了，说想见您。来了，预料之中。表妹，好久不见。表妹，你这是？表小姐，我们家贵人身子不适，太医说这段时间不宜见人，有什么事您跟奴婢说就行。我就想跟表妹说几句体己话，贵人现在不方便。那我过2天再来。表小姐慢走。哼。第一种构陷手法，借体洗化接近，趁机栽赃，拦截成功。做得好，赏。谢小姐。表姐，你只是第一个。贵人，宫里给每位新主子配了4个宫女，您这……我知道规矩，但这20个是从家里带来的，不占宫里名额，自己带饭，自己解决住宿，只负责在我身边待着。贵人，这不合规矩。哪条规矩写了不能自带丫鬟？有的话，你拿来我看。公公一路辛苦，我们家贵人特意备了些点心和新裁的布料，一点心意，别嫌弃。往后宫里的事，还少不了劳烦公公多照应。贵人客气了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奴才一定尽心。等等，贵人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奴才姓李，叫李顺。李顺公公，往后宫里有什么动静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春桃，把那罐新茶也给公公带上。贵人放心，有什么事儿，奴才第一个给您通报信儿。信息渠道打通，这是深宫生存第一法则。小姐，就为了一个太监，花这么能用银子换到的东西，都不是最难得的。那什么最难得？命。慢慢来，不要遗漏。小姐，花盆里的土真的要翻，这花是宫里配的。翻。第一天就已经有了。碧荷，去把李顺叫来。是。小姐，这是……不知道是给我挂病的，还是给我栽赃的。继续查，这间宫里，今天必须给我翻个底朝天。是。第一天，宫里就有人动了。这宫里比我想的还要快。顾贵人，德妃娘娘听说您初来乍到，特意请您去湖边亭子坐坐，说是想认识您这位新妹妹。德妃入宫第3天就来了，水边这是第4条。劳烦德妃娘娘挂心，只是我刚安顿，不宜远行，改日再登门拜谢。娘娘说了，就是随意走走，贵人不必多礼。公公说宫里规矩，新人头3日需待在寝宫，不宜随意走动。我初来乍到，可不敢乱了规矩。你回去替我谢娘娘的好意，改日我亲自备了礼去拜见。小姐，德妃娘娘的邀约，不去会不会得罪人？湖边亭子就我们几个人，没有旁证，台阶又窄，如果失足落水，你说是意外还是有人推？来了，第4条，失足落水类构陷，比我预计的快了整整2天。贵人，奴才打听到了，那盆花是德妃的人提前安排进来的，那药是专治经血不调的，您若是碰了，月事之时必定会在宫里闹出事端，届时邂逅就说我身子不干净，坏了宫里的气运。贵人，您早就猜到了？猜到了一半。李顺，还有什么？德妃还在湖边安排了2个力气大的内侍，说是在湖边修缮台阶。贵人您要是去了，要是第1步让我身体出状况，让我在宫里落下把柄，湖边是第2步，趁我虚弱彻底解决掉。你告诉我这些，是因为我给了你茶叶，
还是因为你觉得德妃这局赢不了？是因为奴才见过太多这宫里的新人，没一个能撑过3个月的。贵人您不一样，那就继续帮我盯着。是。德妃，你的棋已经走了2步，该我了。小姐，您真的要去湖边？去，但不是被请去，是我自己去的。顾贵人来了，快坐。娘娘，昨日未能赴约，今日特意来赔罪。娘娘初见，备了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这是前些天从宫里配的花盆里翻出来的，药性倒是挺特别，奴婢认不出来，特地来请娘娘帮忙辨认。娘娘见多识广，想必认得。本宫也不认得，贵人拿去问太医吧。那就不打扰娘娘了，改日再来请安。娘娘，他这是……他知道了。德妃，你的棋走完了，我的才刚开始。贵人，德妃昨夜已经递话进去了，说您入宫后行事乖张，带大批丫鬟扰乱宫规，请皇上发落。他要先发制人，我知道。贵人，那您……他递话的时候，皇上怎么说？皇上没说话，就让德妃退下了。没有当场处置，说明皇上对新人还没有明确态度，这是窗口。备一份东西，我要面圣。贵人，您刚入宫，主动面圣，这不是请安，是认罪。臣妾顾氏参见皇上，臣妾此来是向皇上请罪的。说。臣妾入宫带了20名丫鬟，确实逾了规矩，但臣妾有一事要如实禀报。入宫第1日，臣妾寝宫锁的花盆底下翻出了这个。臣妾不知是何人所为，也不敢妄加猜测，只是臣妾初入宫，什么都不懂，才从家里多带了几个人，不敢叫自己出了岔子给皇上添麻烦。若臣妾此举有越规之处，请皇上责罚。平身。你带的那20个人留着吧。谢皇上。有意思。小姐，您把那个药盒子直接交给皇上。德妃那边我没说是德妃做的，但皇上会不会猜是他的事？我只是一个入宫第3天什么都不懂的小贵人，翻出了不知道谁放的东西，如实上报。第1局，德妃想用我立威，把我挡在了宫门外3天，就想收场。但她忘了一件事，我从来就没有打算直手。小姐，那接下来让他们猜猜下一步我要做什么。床底下查过了没有？查过了，小姐。房梁上呢？查过了。花盆里的土呢？每一盆都翻过了。墙缝呢？全部拿细针探过一遍。把灯拿来。果然有。拿出来。这是药性偏寒凉的熏香，长期闻这东西，身体乏力，精神不济，气色日渐衰败。谁干的？不知道，
但能在我入宫之前就把东西塞进来，这只手伸得够长，拿出去烧了，不留痕迹。是。等等，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这件事不许声张，谁来问都说没发现任何东西。为什么？有人害您，不应该立刻报告皇上和太后吗？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贸然声张，只会逼他换一套更隐蔽的手段。那前朝有位嫔妃，入宫第一天发现了不对的香料，立刻报告了皇帝，查出来是太后宫里的人放的。太后为了保人，反咬一口，说香料是嫔妃自己带进来栽赃的。那后来呢？花了3年才翻身，我不想花3年，所以我选择让他以为自己赢了。继续查，今天之内，整个凤仪宫翻3遍。小姐，这是男人的东西。思乡受寿，这是第2招。声音不对，是空的。金桃花粉，沾上就起疹红肿，混进妆剌里，半天之内回我仪容。还有吗？去看石凳底下。小姐，这是官银。上月宫中失窃的赈灾银两，谁搜出来，谁就是私吞公银，暗通宫外。小姐，这也太多了，4样而已。按照以往的记载，新入宫的妃嫔，寝宫里平均会被人塞6、7样东西，我们还差2、3样没找出来。继续找，所有能换的都换了，但我知道这远远不够。后宫的纷争从来不是藏几样东西那么简单，宫斗是人心，而人心这种东西，永远防不胜防。小姐，打听清楚了。说，放香料的是贵妃娘娘宫里的人，放玉佩的是德妃宫里的。放花粉的是淑妃宫里的人。那银子呢？是太后宫里的人，一个当差多年的老嬷嬷亲手埋下去的。太后，小姐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什么都不办。什么都不办？春桃，你记住一件事，在这宫里，不是所有对手都需要立刻对付。那我们就这么忍着？太后宫里那个老嬷嬷能在太后身边待这么多年，背后一定有人。我们动了她的棋子，她就会换一个更隐蔽的，到时候更难找。那到底等什么？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时机到了，这些账一起算。小姐，您一天到晚看这些书，到底在看什么？在学习别人是怎么栽跟头的，这样我就知道怎么稳稳当当的走下去。小姐，有个消息。什么？皇上新纳了一位妃子，叫沈清慈，据说长得极美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入宫那天，皇上在殿前看了她整整1盏茶的功夫，忘了让人通报，还说她温柔端庄，进退有度，见谁都带3分笑。宫里都在传天生的贵人命。来了。小姐，您这是把她当成敌人了？他不是我的敌人。那他是我的对手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敌人在暗处，只用阴私手段；对手在明处，走的是明面上的路。敌人可以有很多个，但真正的对手往往只有一个。沈清慈很聪明，他不屑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法子，所以他不是我的敌人。他是这个宫里唯一配做我对手的人。那咱们是跟他斗吗？不，
我们不是要斗，我们是要赢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斗是过程，赢是结果。我不想斗得遍体鳞伤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我只想干干净净的赢。小姐，你有信心吗？我有，因为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路，而他连我的第一步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小姐，又看这个。最近后宫的动静，整理一下。德妃被禁足后没出来过，沈贵人每天去太后那儿请安，苏贵妃还是弹琴养花，不问世事，别的就没什么了。朝堂上呢？朝堂？小姐，这我怎么知道？去问赵安。赵安？那个给皇上念书的？他每天在御书房伺候，能听到的东西比你多。最近皇上批折子的时候有没有提过什么？姐姐是替娘娘问的。今日早朝，吏部审事郎上了一道折子，请立中宫。皇上没准，也没驳，折子留中了。留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在想。沈清慈那丫头最近跑哀家这儿跑得勤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臣妾愚钝。你不愚钝，你是装愚钝。他爹在前朝请立中宫，这个中宫当然是在替他自己铺路。吏部侍郎的女儿入宫不到2年，根基比你深，前朝关系比你广，你觉得哀家会支持谁？太后支持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上在想什么。哼，有意思。皇上，沈侍郎的折子，他着什么急？那奴才把朕赐给顾家的东西清单拿来。皇上，今日的故事，你上回念的那个前朝武将的故事，再念一遍。哪一个？那个前朝大将拥兵自重，皇帝睡不着觉的那个。前朝末年，镇国公陈氏拥兵10万驻守北境，皇帝每夜批完奏折，都要站在宫墙上往北看。有人问他看什么，他说在看北边的天有没有变颜色。后来陈将军回京述职，皇帝赐了他一杯酒，酒里……后来呢？后来皇帝病重，临终前问他儿子一句话，问如果朕当年没有动陈将军，北境会不会更稳？他儿子说没有人知道。你说呢？奴才不敢说。朕让你说。奴才觉得北境稳不稳，要看守住北境的人安不安。人安则边境安，人不安则社稷不安。你倒是个聪明人。小姐，皇上今晚在御书房发了好大的火。什么火？把沈侍郎的折子驳回了，还说了一句话。传话的太监说，皇上的原话是：立后的事，朕自有主张，谁再催就是欺君。沈清慈，你爹这步棋走错了。皇帝最恨的就是被人推着走。听到消息了？什么消息？皇上驳回了沈家的折子。现在宫里都在说，中宫之位空着比有人做更好。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请姐姐说。我在想，皇上是不是在等一个人？不是等人出头，是在等人把所有人都压下去之后再走出来。妹妹，这盆送你。兰花这种东西长得很慢，但一旦开了，别的花就再也盖不住它了。你父亲被驳了折子的事，哀家听说了。太后，你是不是觉得哀家应该替你说句话？青瓷，你在哀家这儿跑了这么久，哀家知道你为什么，但你要明白一件事，这宫里最不好当的就是中宫。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？臣妾从入宫第一天就在准备。准备和够格是两回事。你去吧，
回去好好想想。你不帮我，我就自己来。贵人，德妃虽然禁足了，但她宫里的人还在活动。奴才打听到，他们在查您的底。查我什么？查您入宫前的事儿，查顾家的事儿，还有查您和那个给皇上念杂技的小太监的关系。如果我挡不住这一波，赵安会被查出来。赵安被查，皇上会发现我在御前安插了人。到那时候，贵人，您打算怎么办？与其等他们打上门来，不如我自己先站到台前。什么事？臣妾想问皇上一件事：皇上为什么驳回了沈侍郎的折子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跟臣妾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跟整个后宫有关系。中宫之位空悬，后宫无主。今天沈侍郎上书，明天李尚书会上书，后天王将军也会上书，他们各自推举各自的人。长此以往，后宫会被前朝的力量撕成几半。到那时候，斗的不是嫔妃，是他们背后的家族；伤的不是后宫，是前朝的平衡。你是在替后宫的稳定考虑？臣妾在替皇上考虑。那你说，中宫该是谁？臣妾不知道中宫该是谁，但臣妾知道，中宫不该是谁推上来的。朕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他刚才从头到尾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。你说沈正言为什么这么急？奴才不敢妄议朝政。奴才大约是觉得时机到了。让你说你便说。沈贵人在后宫得力，前朝又有大人们支持，中宫之位空悬已久。得力？得力到朕的御书房门槛都要被他家的人踏破了。今天来的那个顾氏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顾贵人，奴才没怎么注意过他。他平时不大出声，也不大走动。不大出声，不大走动，今天却主动来见朕，说了一大片话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让朕不要把后宫变成前朝的棋盘。他从头到尾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，这倒少见。是少见，少见的让朕觉得，要么他真不在意，要么他比所有人都沉得住气。不管是哪种，朕宁可把后位交给一个不替自己说话的人，也不交给一个全家都在替他说话的人。去传旨吧。奴才遵旨。小姐，不，皇后娘娘。哭什么？您从入宫第一天就说自己是根基不稳、无依无靠的小贵人，这才多久，您就是皇后了。是，我是皇后了，但越往上走，我越知道，头顶上悬着的东西比当贵人时更多、更重。以前我只用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，现在我保护的人多了，但能保护我的东西反而少了。册封礼备齐，请皇后娘娘上殿。恭喜皇后娘娘册封大典。我是皇后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只守自己的命，我还要守着宫里所有不该被佛灭的东西。小姐，从这儿能看到好远。远吗？能看到太和殿，看到宫墙，再远就看不到了。看不到的地方才是要去的。小姐，不，娘娘，您现在已经是皇后了，是不是以后就不用那么累了？春桃，你知道皇后位是什么吗？是宫里最大的，是所有箭头的靶心。以前我们防的是几个想算计的人，从今天起，所有想算计的人都会冲着我来的，明处的、暗处的，等机会的，不出手的。那怎么办？以前我们防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不需要防了。那需要什么？需要让他们知道，这个皇后不是他们能算计的。小姐，沈贵人到了，请进来吧。沈妹妹来了。姐姐好大的阵仗。没办法，太医说我身子弱，不宜与人近距离接触。妹妹有什么事
站那儿说吧，我能听得见。姐姐，妹妹新入宫，人生地不熟，听闻姐姐是宫里最好相处的人，特来拜访。这是妹妹亲手缝的香囊，里面放了安神的药材，聊表心意。姐姐，能不能让丫鬟们让让？妹妹只是想亲手把香囊交给您。春桃，替我接过来。入宫第一次登门就送贴身信物，这套路我太熟了。小姐，没问题，收下吧。秋实，登记入库，回头再送去给太医过目一遍。沈妹妹的心意我领了。喝茶吗？春桃，给沈贵人倒杯茶，放在3米远就行。姐姐，今日叨扰了，妹妹先告辞。妹妹慢走。小姐，这沈贵人最近挺安分的，每天给太后请安，去御花园散步，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。她看起来真不像坏人啊。越懂得经营名声的人，往往越难对付。那她每天这么跑来跑去，到底在做什么？做功课。做什么功课？摸清后宫的势力分布。她逛御花园也不是在赏花，她在记地形，哪里有水，哪里有假山，哪条路通个宫殿，哪里方便演一出失足落水的戏码。逛个花园还有这么多门道，所有看似无意的行为背后都可能有盘算。继续盯着他，他现在不动是因为还在准备，一旦准备好了就会出手。小姐，沈贵人派人来请您，说御花园的荷花开了，想请您一起赏花。来了。您去吗？可是御花园有湖啊。我知道有湖，不但有湖，还有假山、石桥，还有可以借力推人下水的栏杆。春桃，知道我为什么敢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湖里的水已经被我全部抽干了。什么时候抽的？上个月，我让人把宫里所有人工湖的水都放干了，然后请画师在湖底画了一片湖水的图案，远远看过去还是湖的样子，走近一看就是一片沙地。皇上能同意吗？所以我没告诉他。走吧，去看沈清慈的好戏。沈妹妹，好雅兴。姐姐来了，您看这湖多好看。妹妹听说这湖里曾经开过并瓣莲，想请姐姐一起来赏。来了。按套路，他会拉着我往湖边走，走到栏杆边，假装踩到裙角，往水里倒去。倒下去的时候，下意识拉住我，把我一起拽下去。等被救上来，他就哭着说不小心，话里话外暗示是我推的。皇上感到看见一身湿透的他和满脸无辜的我，一定会同情看起来更弱的那个。这是沙子。是的，沈妹妹，湖里的水都被抽干了，你刚才摔得挺重，要不要叫太医看看？什么时候抽的？半个月前。我入宫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可能失足落水的水域排查了一遍，本来只是想加固栏杆，后来想想干脆把水抽干了，一劳永逸。不过沈妹妹刚才那一摔，看起来是想拉着我一起倒下去的。怎么，想让我陪你沾沾水？姐姐说笑了，妹妹只是狡猾。狡猾？那可不能马虎。春桃，去请太医给沈贵人看看脚。不用了，那可不行。狡猾可大可小，万一伤到筋骨怎么办？春桃，去请。皇后娘娘，您真是什么？真是个有意思的人。落水戏码，提前抽干湖水，拦截成功。小姐，沈贵人就这么走了？走不了的，明天她还会想别的法子。您怎么知道？因为有心往上走的人，从来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，他们只会换一种方式，继续往上爬。娘娘，病人在哪里？病人走了，不过既然来了，
顺便给我把个脉吧。娘娘最近可是心绪不宁，思虑过重？可是在为什么事操心？操心的事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说不完。娘娘身子没有大碍，只是什么？老臣多嘴一句，这宫里头有时候想的太多，反而容易伤身。娘娘不如学着放下一些东西。王太医，您这话对多少人说过了？不少了。有人听吗？没有。所以你也知道说了没用，还是要说。因为不说，老臣心里过不去。娘娘保重。王太医也保重。娘娘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这宫里活到最后的人，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狠的，是最能沉得住气的。娘娘已经够沉得住气了，但有时候太沉得住气，反而会让人以为您怕了。太沉得住气，反而会让人以为你怕了。记住了。小姐，沈贵人在御花园偶遇皇上了。然后呢？她穿了一身很显眼的衣裳，站在牡丹花仙头，远远看着跟画上走出来的人似的。皇上看了她好一会儿呢。看完之后呢？皇上就走了。说来奇怪，其他妃嫔都说沈贵人长得像皇上那位早逝的白月光，7分像呢。按戏文里说的，这种长相不应该让皇上当场失态吗？本来是的。如果皇上之前没见过100个跟白月光长得像的女人的话，100个？不，200多个。从知道皇上有白月光那天起，我就在全国搜罗跟他有几分相似的女子，不用完全一样，3分像就够。安排入宫，各司其职，偶尔跟皇上打个照面。那第一个像白月光的女子遇到皇上时，皇上什么反应？欣喜若狂，当场封妃。第二个呢？欣喜若狂，当场封妃。第10个，有点高兴，但不至于欣喜若狂了。第50个呢？表情淡漠。第100个，皇上让人把那女子调走了，说不要再让她看到相似的脸。那第200个呢？听说皇上那天做了个噩梦，梦见自己掉进一个全是白月光的池子里，醒来一身冷汗。第二天下了道旨，宫中不许再出现相似面容的女子。所以沈贵人那张脸本来是她最大的优势，现在反而变成了皇上看见就头疼的东西。物以稀为贵，当满大街都是相似的脸，这份念想就不值钱了。小姐，您真厉害。不是我厉害，供需的道理罢了。念想没变，但相似的人放多了就不稀罕了。沈清然的第2招白月光替身彻底失效。小姐，她跳得真好。确实好。这是什么舞？没见过。惊鸿舞，前朝失传了上百年。前朝的？那她怎么会的？这就是问题。臣妾献丑了。这丫头确实有几分本事。皇上怎么不说话？他在等。等什么？爱妃这支舞跳得不错，不过惊鸿舞失传已有100年，爱妃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臣妾是跟一位舞女学的。哪位舞娘？姓甚名谁？住在哪里？臣妾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的，她就是教了臣妾这支舞。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，就敢把一支失传100年的前朝舞蹈搬到朕的万寿宴上。前朝的舞失传100年，爱妃是怎么找到的？怎么学会的？又为什么偏偏要在朕面前跳？爱妃是在提醒朕，前朝的东西比本朝的好吗？臣妾没有这个意思。
臣妾只是想给皇上一个惊喜。哼，惊喜？朕倒是挺惊喜的。今我爱妃跟前朝有如此深厚的渊源。来人，带惠贵人下去，好好查查他的五牛师傅是谁。查不出来，就不要放出来了。皇上，我冤枉了。小姐，您怎么好像早就料到了？不是料到了，是我提前做了铺垫。什么铺垫？我找人写了几本前朝往事的杂记，买通了皇上身边的小太监，每天给他念一段。念什么？今天念一个会跳前朝舞的女子，其实是敌国细宗；明天念一个会前朝绣法的大师，其实是密谋复妃的前朝榆木。念了那么多本，皇上脑子里就种下了一个念头：会前朝失传技术的人都得多留个心眼儿。沈清慈在万寿宴上跳惊鸿舞那一刻，他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踩在了皇上的疑心点上。那这法子是您自己想的？不是我想的，书里写的。若是对手身怀冷门绝技，不必正面拆解，只需让上位者对这类技艺本身产生忌惮，自然不攻自破。对了，给皇上念杂技的那个小太监，改天让他来见我，我要当面谢谢他。哪个小太监？赵安。手怎么这么巧？回娘娘，奴才家里穷，小时候没东西玩，就拿草编着玩。会编别的吗？会，蝴蝶、小鸟、小鱼都会。你想不想学认字？娘娘说什么？认字、念书、看杂记本子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学会认字之后，每天给皇上念一段杂记，念我给你的本子。娘娘，您让奴才念什么，奴才就念什么。别说是杂记本子，就是天书，奴才也念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宫里当太监，能识字的人太少了，奴才能沾这个光，就是祖坟冒青烟。那你先念一本给我听听。那女子自称是前朝宫中的舞姬。娘娘，这故事里的世界好大。比御书房大，比皇宫大，比京城大。皇上，今日的杂技，朕不听这些乱七八糟的。下去。怎么不走？奴才还没念完。朕说了不听。皇后娘娘说了，做事要有始有终。她说什么了？娘娘说，做一件事就要做完，哪怕是念一段没人听的故事，也要念完。因为今天没人听，明天也许就有人听了。念完吧。上回说到，那会儿前朝绣法的老妇人被查出身份。后来呢？后来衙门细查，那老妇人原是前朝太后身边的绣娘，改名换姓，藏匿了20年。20年，藏了20年都没被发现。是，书上说，越是冷门的技艺，越容易被人忽略来历，因为没人会去查一门手艺的源头。冷门技艺，来历存疑。所以皇上就这么一天天听下来了。人永远拒绝不了一个好故事。那赵安呢？他不怕吗？万一被发现？他不怕，他只是一个给皇上念故事的小太监。故事是我编的，他只负责念，查到头也查不到他。小姐，那以后还让赵安继续念吗？会。等这件事过去，我要让他念江湖侠客的故事，念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念神仙鬼怪的故事。为什么？人有了故事，心就会变软。
心变软了，刀就会生锈。这宫里需要多几把生锈的刀。起来说话，不必跪着。皇上最近听到哪里了？听到前朝五娘被查出身份存疑那一章了。什么反应？皇上说，果然如此，会前朝失传技艺的人果然要多留心。好，下一章换那个会前朝绣法的大师的故事，继续念。是。还有事儿？娘娘，奴才能不能提个请求？说。奴才知道娘娘让奴才念这些故事，是为了让皇上对某些事产生戒心。这些事奴才不懂，也不想懂。奴才只想求娘娘一件事，等娘娘的事办完了，让奴才接着给皇上念别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皇上喜欢听。每次念到江湖侠客、神仙鬼怪的时候，皇上就会笑。皇上笑了，天底下好多事情就好办了。你倒是个聪明人。奴才是笨人，只是把娘娘给的好故事念出来。好故事就是好故事，不管念给谁听，谁都会喜欢。这些给你，念完前朝旧事的就念这些，全是江湖侠客的故事。娘娘放心，奴才会把这些故事讲好的。小姐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竟然有点羡慕她。羡慕她？羡慕什么？羡慕她做的是一件真正有温度的事，给一个坐在龙椅上的人讲故事，让他听听江湖的光剑影，听听人间的悲欢离合。也许听完之后，他批奏章的时候会温柔一点。小姐，她真的当上贵妃了。江南治水的方略是他献的，河堤合龙，水患减了70%，这份功劳不能不赏。可她之前还跟您斗成那样，所以她这次换了一条路，不在后宫跟我缠照，直接走前朝实际。小姐，她在看我们。看到了。她在笑，那个笑是什么意思？她在告诉我，她赢了。我在告诉她，我看到了。那怎么办？她赢了一局，不代表她赢了全局。走吧，接下来她该对我出手了。小姐，惠贵妃这步棋，春桃，从今天起，每天去查沈清思在做什么。是。他见的每一个人，说的每一句话，写的每一个字，我都要知道。奴婢明白。等等，查的范围不要局限在后宫。他父亲沈正言最近在做什么？他跟哪些大臣有往来？在前朝的一切动向，全部查清楚。是。后宫斗不过我就转向前朝，不跟女人周旋，直接参与国政。沈清慈，你这步棋确实漂亮，但你别忘了，工具用完之后是可以扔掉的。惠贵妃真的那么厉害？宫部那几位大人都对她赞不绝口，连侯爷在边境都听说了她的名字。不是她厉害，是她读的书多。读书多？他父亲沈正言是吏部侍郎，从小给他请最好的先生，他读过的书恐怕比朝中一半的大臣都多。那他岂不是小姐最大的对手？曾经，因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他太想赢了。太想赢的人往往忘了一件事，真正的危险不在前面，在后面。我知道你下一步会做什么，沈清池，你一定会对顾家动手。陛下，近年来边关无战事，军费却年年增加，臣以为应做一次全面的军费审查，以正朝纲。沈大人所言极是，顾家常年驻守边关，每年耗费军饷无数，其中恐怕不乏。准奏，着户部彻查在年内的边关军费账目。陛下圣明。小姐，户部查完了，说是查出了军费账目不清，采购价格虚高。这些账目问题，哪支军队没有？
可在沈家和保守派嘴里，已经变成了侯爷贪墨的铁证。还有，惠贵妃建议皇上趁冬天边关无战事，让侯爷回京述职，当面回应居费问题。圣旨下了，已经下了，侯爷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回京是陷阱，你必须掉头，连夜出宫，走小路，不许被任何人看到。是。来得及吗？小姐，所以那封信根本没送到侯爷手里。没有，沈清慈的人在京郊截住了信使。他看了信？看了。信上写的是不要回京，京中有陷阱。那他岂不是知道您在防备他？他不只知道，他还利用了这个信息。他截住信之后，更加确信父亲会按计划进京。他在朝堂上布好的局，就等着父亲一到，当众质问，削兵权，撤军职。那侯爷，他没到，边关急报提前到了他手里，他掉头回了边关。这一局我赢了，但我赢得很险。如果不是突厥入侵的消息比我那封信快了一步，现在跪在朝堂上的就是我父亲。沈清言比我想的更聪明，我要去会会他。小姐，您不能去，现在去见他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自投罗网的不是我，是他。皇后娘娘来了，请坐。臣妾备了几样小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这是上好的女儿红，从娘家带来的，只此一坛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娘娘这么直白，那臣妾也不绕弯子了。臣妾想要皇后之位，然后呢？然后要的就更多了，比如朝政。臣妾从小读书，读的不是诗词歌赋，是治国策、兵家谋略、帝王心术。我父亲说我是他见过最聪明的孩子，可他也说，可惜是个女儿身。女儿身怎么了？古往今来，太后听政、皇后理政的例子还少吗？我帮皇上治水患、审军费、学武将世家，等他发现离不开我的那天，我就赢了。至于您，臣妾对您个人没有恶意，您很聪明，比这宫里所有女人加起来都聪明。但您有个致命的弱点，您太谨慎了，把所有心思放在防守，从来不主动出击。今天这顿酒，就当是臣妾跟您告个别。你觉得自己已经赢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爹正在回京的路上，明天他会站在朝堂上，被户部当众质问军费问题。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？他会一言不发，因为他是忠臣，先皇对他有恩，他永远不会违抗先皇儿子的命令。皇上会削他兵权，撤他军职，到时候您怎么办？您什么都办不了，您在深宫里连一封信都送不出去，您只能坐在凤仪宫里，看着顾家被一点一点瓦解，然后皇上废掉您的后位，贬为庶人，而臣妾会坐上您的位置。你确定你能坐在凤仪宫里？你确定你没有漏掉什么？漏掉什么？你漏掉了一个人。谁？突厥可汗。突厥一直在找机会攻打边境，他们之所以不动手，是忌惮我爹的15万大军。现在你把我爹调回京城，边境空虚。如果你是突厥可汗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怎么会知道突厥的动向？你在前朝布置文官的时候，我布置的是边关的探子。你解我的信的时候，我的人已经把突厥的情报送到了我手里。3天前，突厥20万大军压境，连破3城。
我爹在回京路上收到消息，已经调转码头回了边关。他没有回京，所以你安排的朝堂上的局落空了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截那封信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写？因为我要你截住他。那封信写的是不要回京，京中有陷阱。你截住之后，会更加确信我爹会按计划进京。而我真正要传的消息，已经通过另一条路送到了他手里。什么消息？边关急报，突厥入侵，让他掉头。好，皇后娘娘，臣妾敬您这杯。您比臣妾更会下棋，臣妾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不过，娘娘，您要小心，这宫里不是只有臣妾一个人，还有人在等。等我和您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出手，那些人比臣妾更狠、更聪明、更沉得住气。我知道，沈青瓷，你说我太谨慎，从来不主动出击。是。你想过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宫里不出手的人永远比出手的人更可怕。你出了手，我才知道你的招数，但那个不出手的人，我永远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会用什么方式，什么时候动手，所以我不敢轻易出手。我要留着力气对付那个从来不出手的人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从入宫第一天就在找，没找到。继续找，找到了告诉我，因为那个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皇后娘娘，你也记住一件事，这宫里没有一个女人能真正赢到最后，因为赢的人下一局还是要继续下，只要龙椅上那个人一天不换，这个局就永远不会结束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下的棋从来不是宫斗，是别的。李公公怎么来了？娘娘一人出宫，老奴不放心。你跟踪我？不是跟踪，是保护。看来娘娘的心思比老奴想象的深得多。你不会告诉任何人？老奴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奴也有秘密。说。顾家的玉佩。是的，老奴原本姓顾。45年前，顾家庞志被一桩旧案牵连。老奴那年5岁，被一个老太监偷偷带进了宫，改了名字，入了宫，当了太监。从那之后，这天底下没有顾家的孩子了，只有御前伺候的李全福。你是顾家人？娘娘，您父亲是大将军，您哥哥是大将军，您弟弟也是大将军。顾家满门忠烈，功高寨主，煊赫一时。但你们不知道，站得越高，盯着你们的人就越多。谁在盯着？皇上的疑心在盯着，朝堂上那些想把顾家拉下来的大臣在盯着，那些被顾家平定过的势力余孽在盯着，甚至可能是太后。那沈青瓷？沈青瓷不是娘娘真正的对手。老奴在宫里待了45年，娘娘做的每一件事，老奴都看在眼里。抽干湖水防落水，找相似女子消解执念，安排人讲故事，提前铺疑心，清查寝宫破各类栽赃，娘娘做的都对。您把后宫所有嫔妃的明招暗招全都防住了，但娘娘有没有想过，这些人背后站着的是谁？沈青瓷一个深宫妃嫔，怎么能接触到前朝治水方略，能影响前朝人事？老奴什么都没说，老奴只是提醒娘娘，您真正要应对的，不是现在在您面前演戏的女人，而是那个掌握着您生杀大权的人。老奴在这宫里待了45年，活到最后的人从来不是最能斗的，
是最会站的。站在哪里？站在该站的地方。娘娘，您站在哪里？当你在后宫赢了所有人，你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因为能废掉皇后的，从来不是另一个女人，而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。我懂了。贵妃被贬了，不是贬，是答应，一下贬到底。皇上亲口下的旨。小姐，沈贵妃被打入冷宫了。是答应。她现在是答应，不是贵妃了。我听说了，沈清慈被带走的时候，对着皇上笑了一下，不是怨，不是怒，是恍然大悟。他到最后才明白，从头到尾，他只是一颗棋，用完了，丢了。顾瑾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臣妾不辛苦。我知道你辛苦，你抽干湖水那会儿，我还觉得你小题大做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这宫里待了50多年，聪明的、狠的、善的，什么样的女人都见过，但像你这样的，只见过一个。臣妾什么样？永远在防守，却永远不落下风。你是我见过最适合做凤位的人，不是因为你会斗，是因为你从来没忘记，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，不是为了把别人斗倒，是为了让他们不用再斗。太后说完那句话，我想了很久，然后我才明白，后宫的争斗从来不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事，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刻意制造出来的局面。他需要我们互相斗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联合起来盯着他。而我做的所有防守，不只是在保护我自己，是在告诉所有想斗的人，斗不过我。既然斗不过，不如把心思放在别的地方。后宫的局，我赢了。但第36章说，赢了后宫的人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娘娘，皇上召集6部，当朝宣旨，要重查镇国公战功。备一盏灯笼，我要出去走走。这个时辰去哪儿？冷宫。去看沈清慈，他都被打入冷宫大半年了，小姐何必？我不是去看一个被打败的人。那是去看什么？去看一个用尽全力往上爬的人，最后变成了什么样。没想到皇后娘娘会来这种地方，就是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。好得很，每天不用早起请安，不用想怎么逗人，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比当贵妃舒服多了。冷宫只有凉水，没有茶叶，娘娘多担待。你刚才在看什么？看了1个月，只看懂了这一句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臣妾斗了那么久，到最后才发现，真的像一场梦。后悔吗？后悔，不是后悔跟你斗，是后悔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斗上上面。如果重新来过，臣妾会把那些时间用来做别的事，把江南的水利修好，让边境的将士有更好的粮草，让这宫里少一些像臣妾这样的女人。娘娘，你知道这宫里最浪费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这些女人的脑子。臣妾入宫的时候，以为宫里的女人都是蠢货，后来发现，她们一个比一个聪明。只是因为规则是这样设置的，所以他们的聪明全部用在了宫斗上。如果换一个规则，换一个让他们可以把聪明用在正经地方的环境，这里面能出多少个女先生，多少个女医官，多少个治理一方的能臣？可惜，他们的聪明全部浪费了。知道臣妾最佩服你哪一点吗？不是你聪明，也不是你能忍，
是你从入宫第1天就在跟这个规则作对。你把水抽干，不是为了让臣妾出丑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这一套不好用了，别再用这一套了。你做到了，现在宫里没人斗了，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不过我。对，他们不跟你斗，他们跟别人斗去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能求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臣妾在冷宫里每天看佛经，看完了就看天，天是圆的，冷宫的墙是方的。臣妾这辈子出不去了，但臣妾脑子里那些东西，治水的方略，整顿军费的方法，疏通运河的图纸，不能让他们烂在这冷宫里。你帮臣妾把这些东西带出去，交给能用的人，不要提臣妾的名字，就说是不知名的人献的。臣妾做了很多错事，但这些东西是对的，他们能帮到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一句话，臣妾一直藏在心里。什么话？其实臣妾从来没有真的恨过你，臣妾跟你斗是因为规则是这样设置的，但这个规则不是你定的。好了，你走吧，这叠纸比臣妾的命值钱。小姐，外面冷，您进来吧。等一会儿，我在想事情。想什么事情？想沈清慈说的那些话。他说这宫里最浪费的是女人的脑子，他说的对也不对。哪里对，哪里不对？对的是，这宫里确实浪费了太多女人的才智；不对的是，不是这个宫浪费的，是坐在龙椅上的人，是这世道的规矩。小姐打算怎么做？先把宫里的妃嫔们安顿好，愿意出宫的发一笔钱让他们出去，愿意留下的给他们找事做。找什么事儿？让苏贵妃去教皇子们弹琴，让孙贵嫔带人编一本药材大全，让冯昭仪开一个绣坊，教京城姑娘们手艺，赚的钱冲入慈善亭，编书也好，画图纸也好，研究药材也好，总之不要闲着，人闲着就会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就会开始宫斗。小姐，您这是要把后宫变成学堂啊？不，我要把后宫变成真正的家，大家不用互相算计，不用互相提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做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用。沈清慈要是能活在这样的后宫里，她也许不会落到那个下场。那么聪明的人，读过那么多书，画过那么多图纸，如果她不用把一半精力花在斗倒我这件事上，她能做多少事情？小姐，您在做的事情比当皇后更大。您在改变这个宫的规则。是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不改变规则，不管我怎么防，总会有下一个沈清瑜。他们会继续斗下去，继续在这宫墙里消耗掉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。而我能做的，就是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，把这堵墙拆掉，哪怕只能拆掉一块砖也好。别急，慢慢走。这孩子急什么？端稳了，别洒到母后裙子上。小姐，以前咱们在这儿摆的是人墙，现在摆的是月饼和桂花糕，不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？以前他们进来是想在我这儿找破绽，现在他们进来是想在我这儿找点吃的。下了功夫，母后喜欢吗？喜欢，御花园的牡丹画得像真的一样。小姐，大公主的画比去年好多了。去年她画的是假山，今年敢画花了。有勇气画花开的人，心里是敞亮的。好，今年这个中秋比往年都好。太后再喝一杯。不喝了，哀家今晚喝的够多了。太后说好是真的好，她在这宫里50多年，什么中秋都见过，能让她说好的，不是酒，不是月，是这满殿的人脸上没有算计。
小姐，不回去歇着？你先回去，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怎么？您每年中秋宴散了都来这儿，一个人？您是在想什么？在想以前这片湖里有水的时候，有人在洋边布了局，想让我失足落水。我把水抽干了，在湖底画了一片假水。这我知道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每年都要补一遍这画吗？因为我要提醒自己，这宫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只要那个龙椅上的人还在，暗流就永远在。画壶可以干，但画不能退。忘了过去的人，迟早会掉进新的水里。小姐，您累吗？今天不累，今天中秋。走吧，明天还有一堆折子要看。什么折子？苏贵妃申请在宫外开琴坊的折子，孙贵嫔申请药材大全刊印的折子，冯昭瑜申请绣坊扩建的折子，全是折子。以前他们写的折子全是告状的，现在全是他们想做的事，这就是我守在这里的意义。